嘿，欢迎来到今天的风声好文。好，今天要选的3张牌是这3张，1、2、3。好，来，第一张牌是圣杯九。圣杯九呢，更像是一种被人赞美、被人祝福，然后也有一点浮夸，有一点爱慕虚荣的牌哈。所以这个牌面这只猫咪还蛮搭配这一个意象。好，来，第二张牌是审判牌。审判牌是讲说一切的事情哈都已经重新的扬升了，重新的崛起了，重新的重生了，一切都换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好，来，再来是宝剑六。宝剑六代表的是说，他有一个背着行囊往前走，看准了目标往那里走，带着行囊保护自己所拥有的，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些宝贝啊，宝物往前行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和目标的一个概念来，这3张牌呢，简易的说法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你可以从画面的构图、颜色或是猫咪的种类类型、品种来选你喜欢的。那如果你需要再看更久的话，你可以按暂停。如果已经选完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来，接下来是选到1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爱情的门打开了吗？这个恋情的门，这个路口已经开启了吗？来帮你看看你们2个是否已经在往彼此身边走来了来，我们先用1张牌来看这个爱情的门。你跟你下一段恋情这个爱情门的人打开了吗？好，以这张牌来说，目前是还没开，因为两边有人还在整理心情不知道是他还是你他还在准备中，心情都还在整理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翻看看整个情况问看为什么还没开，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来。我看一下目前从这里来看的话，确实啦确实，他那边还在，应该是他那边还有一些感情上、心情上的事情还没解，还没疗愈完，还没安定下来。好，他现在正在一个治疗期疗愈的情况。你这边的火焰比较高啦，比较高涨了，各方面你已经正在往爱情那里奔走了啦，但他还没找到自己，他自己的关卡，这个恋爱的关卡疗愈的时间蛮长的，他还没有整理完，目前看起来真的还没整理完你可能要再等等看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感跟距离感，你可能还要多久了？大概捕捉一下这2张只能说他先预测到说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立刻知道然后也别担心，他其实他是往你这边走来的，边走边疗伤，他并没有停止下来在疗伤。也是有啦，但是它更像是整个宇宙跟能量要把它运来你身边啦他其实有一段时间并没有很渴望爱情啦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在等那个人近期照这个节奏来说，近期应该是不会马上出现你也希望等待一个已经都整理完的人吧？他确实还在整理中，不过这里有一个讯号告诉我说，他是你想要的样子，他是你心目中所期待的那个样子，然后你心里的一些伤口心里一些旧的伤口，也许你已经疗愈完了，你已经疗伤完了。可是牌面上有告诉我说，你还有一部分需要他来帮你治疗，所以他是你下一个很重要的人在感情上很重要的人，他能够影响你很多东西，他能够改变你很多东西，你要再等等他他还需要一点时间，他没有那么快对啊，他现在还在挣扎，其实你帮不了他，他离你很远，你没有，只能说他现在还在自己痛苦的挣扎中啦他可能才刚结束那段恋情，你要再期待再等。不过我脑子里出现一个讯号，他不一定是在整理恋情他可能也在整理家里的事情
他可能家里有人刚过世，或者家里有一些事情刚发生哈，他心情上是没有办法谈一个新恋爱的。目前哈，不过再提醒一下，宇宙还有把他往你这边推来哦。所以当你们遇到的时候，是能够彼此治疗彼此的，你们是这一个缘分在建立起来的。说，蛮好的啦。我看到他这里有一个讯号，是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全新的感觉。他会以一个很陌生人的姿态从你面前出来，然后他又带来了一种你梦寐以求的安定感，有这个梦寐以求的安定感。我必须说，这个人可能是你心里很完美的那一个对象，他很有感情，很有热情，做事很有冲劲，然后他生活又很安定，他人又很平稳哦，你会在他身上找到好的安定感。他的外在、他的形象各方面也是你的菜，也必须说这是你的菜哈。可是你确实还是需要再等等，再等等，再等一下。哦，来帮你看一下，这道门大概还要多久才会打开？哦，好，帮你看一下。在这个好了，那这个最原始的牌哈，有一张来看。还要再等一下哈。如果我看这个是9，我看它这个多久哈？我重看它的一个参考数字。是哦，还需要，就是说它整理完之后，它还需要再重新生活起来，他要再生活，所以大概我觉得半年以上跑不了，至少8、9个月以上，这个门他才会开始变得比较好。我现在主要的是说，如果他现在就开始在疗愈了，他大概还要再花个2、3个季节才会比较好起来。所以你要再遇到他的时候，可能要到明年了，因为今年已经3月了嘛。哦，但不同时间来看的，我不能说今年已经3月了，就是说我抓大概就9个月以后啦。就半年在一半，我大概是这么觉得啦。哦，因为它这个9的数字对我来讲太强烈，它一圈最快我们没有办法往下抓。其实我还要抓，其实我还蛮想说更久的，但是我帮你说最快的就9个月以内，它跟你的连接，但是不代表说你的爱情这9个月它都不会出现啦，也是会有哦，只是这个比这个我们预测到的这个人可能要到第9个月才有可能会有情况会出现，你可以再等等看哈。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帮你们看一下哈，再帮你看清楚了，他现在是在什么样子的状况哈？就是我们先不论他现在的情况如何哈，我们就你看一下，还有什么？看看你们两个的能量会不会有什么？目前我是觉得，他如果他的生活哈，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很有创造力的人，所以他工作可能他是做一些创意的设计的，反正他就要做一些非常有创意的事情，他必须要去也有可能是研发的或什么，他的工作是这样子。然后他的环境里有蛮多支持他的好朋友，然后是他的工作领域里面有蛮多的伙伴，他们必须要一起做。然后他们做的东西，他的工作刚刚都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比较先进的、比较有远见的东西，所以他可能是个蛮聪明的人哈。他可能是个蛮聪明，他的工作不是目前看起来他的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够制作、能够做的哦。所以他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嘛，他的生活或是收入其实都还蛮稳定，只是他现在处于一种情感上面的低落期啦，他还在慢慢的恢复，所以他现在其实蛮花时间在工作这方面来去安抚一下他自己，或是让自己分心一下。他现在有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近期真的没有一些沉重的牌，但我一直在念头在想说，他这个人的时候都有一些比较沉重的牌或什么。他现在除了在治疗期之外，他也在学习
自己的平静，他在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平静所以他这段时间就完全没有感情，完全没有渴望感情了，这里完全没有渴望感情，所以他更多的是依赖他朋友。我发现他反而最近比较依赖朋友，他比较依赖朋友，所以他朋友，他个人的感情这面就比较弱比较没那么多，比较常依赖朋友或这方面什么的。你再等等看啦他这个情况还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他这里还有一个，他还在找方向他还在找方向，然后各种元素的能量并没有聚集起来就一下子风，一下子火一下子土，这很混乱表示他现在还没有安定下来，但是他有他想追求的平静啦，他也很努力的追求那个平静，然后他不过他现在离你很远，算是对你来说比较安全啦。你现在太快去接近他，他会把你变成比较暧昧或是暧昧不明的关系。还好你现在比较远宇宙帮你把他拉得比较远。他最后整理完之后，他回复到一个他本来就蛮好的人啦。可是他这个9、这个10、9都出现好几次，我就觉得他后来对感情会有点防备心所以你后来再跟他见面遇到交往的时候，他可能节奏就没有以前那么快了，他的付出可能也会比较谨慎了那付出会比较谨慎。来，我来帮你预测一下你们两个之后在一起的关系。看一下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情况。就这个，看一下等我一下。看一下，两个人未来的。未来你们遇到的时候就已经，的确，这个刚刚一开始讲的，你们两个你们完全能够抚慰彼此的心两个人的伤痕或什么会在彼此身上得到一些救赎而且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其实这里看出来你们会蛮快就陷入一种感情的热恋期然后可是会伴随着蛮多的激烈争吵。我觉得你们的感情比较像是一种炽烈的爱情炙热的爱情你们遇到的时候，那个火能量就爆发了，火能量就爆发了。然后因为感情太投入了，然后后来会让你们想起以前的一些感情上的挫折所以我的建议是，无论你遇到的是他还是什么，反正你从现在开始你遇到的下一个恋情，请你多退让一点，多忍耐一点，多体会对方一点。没有要你付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以多听，多倾听。多接受多释怀，多为别人想多为他想自己。因为我发现选到这个1号牌的朋友，你们内在会有比较多的坚持也是可能因为之前的经历或什么，你们其实现在比较坚持了感情上比较坚持了，比较没有什么都 OK， 现在真的比较坚持，比以前坚持很多。可是你下一段恋情来的时候，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我比较能够感觉到是下一段恋情来的时候，有一点比较炙热的爱情。然后它会勾起你们彼此的一些旧往的伤痛。我觉得要先起步要比较好。这边看到，我觉得你要在更成熟的心态，即使你没那么成熟，但是你要学习更成熟的心态，就是更多的倾听更多的不要辩解，少一点辩解，少一点偏见，尽量不要那么保护自己，尽量只是先倾听，先为对方思考让整个关系比较柔软一点这个开头才会比较好。目前这开头比较好，然后再看一下后面因为我是看到了你们两个人的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还是属于一种武装感蛮强烈的一个状态在一起的一开始，所以我是希望，如果你已经看到牌了，我是希望能够先卸下武装的跟他在一起，他慢慢的会慢慢把他那一些武装脱下来，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在跟他对撞，没有人在跟他争吵只有彼此都只有在倾听，因为那点他就会知道他不能再这样子做，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来。对，你看连3个这个牌所以我刚讲的没有错。
因为它这个翻牌说是我的意念或是我的话已经讲出来了之后呢，它个牌面就会改变哈。所以你记得哈，我刚说的那个退让跟那个软化，或是退一步，这个你看它后面好牌就出来了，他会开始感受到家庭的感觉，他跟你会有一拍即合的感觉，然后他对你会有一种很多的熟悉感哈，你们的熟悉感就会建立起来哈。因为你们本来就是比较契合的人，所以才会有这么炙热的情感嘛。在你们一见面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比较只是现在不是，只是现在这个当下并不是这个时机，就这几个不是你们要相见的时机。可是彼此上两个人能量跟其实连性格上都很合哈，所以一开始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希望你保持的不要这么激烈，不要那么火热，让它温温的就好，温温的就好，然后体会一下内在的很多东西，你们就会感受到一种稳定感跟安定感哈。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点失控，因为两个情绪突然就奔放起来了，这里有这个讯号，奔放起来。哦，不过后面有蛮多礼物的啦。哦，两个其实是很愿意珍惜对方的，可是开头可以温一点，温暖、温柔一点、柔软一点，这开头起步就比较好。你们渐渐，因为你们势必，因为你们这个火焰其实在前面很快就燃烧起来，很快就结束了，你们势必要马上进入一个平稳的平静的状态哦。你们进入平静的状态很快，就是说你们的热恋期或者甜蜜期、蜜月期比较短，你们很快就会很快就进入了一种彼此互相理解的状态。所以你们那个蜜月期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的争执，比较多，可那个是你们表达爱情的炙热的一个表达方式，并不太会破坏你们的关系。可是它可以处理得更柔软一点。所以就照着我刚刚讲的哈，多倾听，少辩解哈，少维护自己那么多，多倾听，多依着他的方向想，他立刻就会感觉到他也应该要这样做。好，大概这就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目前看起来就这样，没什么问题哈。希望你再等一下哈，再等一下，然后再调整一下我刚刚的心态，或是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以退为进的那个态度哈。你如果不太明白，你可以去学习一下，去理解一下，好，去看看别人怎么做，去看看别的故事是怎么样哈。有时候保护自己是很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它也是一个方法哈。你不要在对方也很硬的保护自己，所以也较强烈的保护自己，没有啦。其实这个是一个顺序问题，你可以先退让他，他慢慢学会退让你之后，你后来他就能够理解你是怎么保护自己的。两个人是这样互相交换的。如果你要两个人都在武装的状态互相硬碰的话，会很可惜啦，会很可惜某些很值得在一起的关系哈。好，就这样哦，这选到1号牌的朋友哈，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爱情的门打开了吗？你们两个人连接的通道开了吗？哈，你们正往彼此的方向走来了吗？来，让你们预测一下哈。先来看一张牌，来看你们的爱情的门开了吗？对，门正在悄悄的推开了，还没有开完全，这个门才刚刚开。才刚刚正在推开，这个有什么差别？这比较像是说，它正在打开，只是说才开始见一见曙光了，但你可能还过不去，身体过不去啊，或者能量还过不去，但是门在慢慢的打开了，也就是说，你们两边的能量已经开始对齐了，开始吻合了，调整到比较适合对方的，所以两个人的爱情的路已经打开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的情况哈。看一下，不行，所以就少一张，少一张。他那边是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哈，他们已经完全准备好要走过来了。然后你这边呢，我觉得你这边的气氛跟能量还算是比较。我觉得还算混乱，因为他那边稳定哦。你这边有点太兴奋了，太期待爱情了，太澎湃了。他那边比较稳定哦。我得到的瞬间的讯号是，希望你能够在得到今天这个讯息，就是这样一个爱情要走来这个讯息前，你能够保持稳定一点。因为我刚得到一个感觉是，如果你太浮躁太什么，对方会被你吓跑。因为对方是一个蛮求平静、蛮求稳定的一个人哈，他比较不太能够习惯很活泼跳跃的人哈，他还不太习惯，但他也有可能会习惯，但是需要花一点时间。他这个，
我只能说它比较慢，它比较慢啊。你这边的火水能量有点满哦，你这边已经太澎湃了哦，所以我看到的一点点能量的不协调中，我得到的感觉是你需要在它出现前学会一下比较稳定一点的情绪哦，不要一兴奋或是找到对的话题就聊天起来就非常的热情，或是话太多哦，表达的太多，要再温一点，再少一点，先调整一下自己哈。再帮你看一下吧，他是一个很好看的人呢，他这个很好看的人，内在也很丰富，只是他真的有一个缺点啦，他很闷，他比较慢，他表达比较有问题，但是内在很丰富哈，他也蛮有吸引力的各方面哦，然后他其实没有那么在等待爱情，因为他现在蛮喜欢自己，他本来就很喜欢自己。可是宇宙把他丢来你这里耶，你们这一段比较像是宇宙直接把它喷射到这边，往你这边来，只是那个闸道口还没完全开，开完了之后，它就会立刻出现在你身边，所以问题还是在这个门还在慢慢的打开来，所以你再不要急哈，我觉得宇宙比较多的是把时间留给你啦，我这边真的看到他要你平静一下，你要有点改变，你要有点改变。你要有一点点跟你现在的你有点不一样哈，比较像它不一样，不是说让你全部改变，而是你要有一点进步、进化、一点进展，有点反正要比你现在再调整一点。你可以问问你的朋友或什么的，你有什么可以调整？我觉得你这个部分你调整好的时候，它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变得马上就蛮契合的哈。因为他现在在现在你跟他还没有遇见的话，以现在的你们两个，如果现在遇到的话，他现在会有点看不懂你，看不起你，所以如果是现在遇到的话，他其实没那么快会喜欢你，你还差一点调整，除了要平静之外，要稳定，就情绪各方面要稳定一下的话，他很快就会看到你，并不是说为了要讨好他做什么，而是说这个是你本来就应该做的功课，你早做晚做都该做的功课。即使你不做，他来了，你也会开始做。但是现在看到牌了，他有点在提醒你，可以先做了，事情会发展的再更好一点，会快一点。好，目前这里是这样，我帮你再看一下他，看一下他的情况哈。其实刚刚已经看了蛮多，他是一个蛮稳定的或什么的。来看一下他的话，这个好了。他是什么样子的？他虽然是一个很稳定的人，但他是一个很好奇心很重的人然后他很喜欢去挑战一些全部他没遇过的。我觉得他是一个，虽然他这个人很稳定或什么，可是他很乐于去冒险，和去挑战一些全新的事物啦也是因为他够稳定，所以他挑战起来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不会被情绪所带着跑所以他喜欢计划一些事情我还是看到他其实自己一个人就不错了，他还蛮喜欢他自己的然后他对爱情的渴望真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有的话，他也能够展现他对爱情的重视度了，他也有那个能力他会保护你然后他会帮你排除很多困难你有任何需要，他其实也都能够保护你。不过现在这里突然看到一张牌这个爱情的门虽然是打开了，但它离你的距离，他走到这个门的距离还有点远。即使宇宙刚看到已经有看到权杖8，已经有把它往门那边丢，往你这边丢了，可是这个丢的距离还有点远，我觉得这距离还蛮远的我刚刚前面就有感觉到，虽然门在缓缓的开，不论是时间跟空间上的距离都还算有点远而且你要再等一下帮你多看一下他这个人这个牌怎么那么容易出来？
这里一直在暗示我说，他现在那边有事情在处理，所以他的脚步各方面放得蛮慢的啦，他没有那么快啦，他那边有事情在处理然后他也有可能倒退走，就是他本来已经往你这里走了，可是他好像有一些杂事在烦他他也有可能是他已经在那个你们之间那个门前面已经到了可是他又好像有别的事情又往回走什么的，他前进后退这样子没有完全要马上经过，我觉得时机还没到，这边有个时机还没有到好，我再往下看，我再看一下大概要多久了，帮你看一下大概要多久。多久啊？这个，感觉很近了耶，很近了，只是一直在前后后走。他其实已经离你很近了。我觉得这半年内，你们就很有可能会，这个比我想象中的快速很多因为前面看到的是你这边有很多东西要调整完，有很多东西要调整完可是他又觉得这边又很快，可能又很快就会再预定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加紧脚步或你个人内在那个什么东西再赶快调整完因为他可能这边有偷偷告诉你，他其实好像马上要出现了，没有很远，他已经。就算我刚刚前面说他在那个门口前后走，那都是外物在拉扯他。可是他好像有一个讯号是他已经看准了，不是说看准了你，他看准了一个方向，然后他会就往你这里笔直的走过来，然后他会出现在你面前所以更多的是希望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准备好准备好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些调整或什么你准备好一下。那我再帮你看一下这整个时间点。他很有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外派或出差的时候会出现在你面前，很有可能或是他有一个，反正他这里有关于，他会有一种出远门的情况，然后在出远门的情况，然后遇到你邂逅你，很特别，他会有个这个邂逅你的情况然后对他来讲也蛮意外的，他也像是在一个他没有，就是说以他平常的生活时间表，他在这个时间他可能不会跑出去喝酒，他不会跑出去逛个街，他不会特别想要去某个地方，他那一天就特别去闲晃了去了，然后就遇到你了这个这一个比较像是偶然的情况发生，跟我们前面说那个门慢慢打开，我觉得那个是正常的状态让你们相遇。可是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支线，比较像是说，他可能突然脑袋会灵机一动，或是什么，他就突然想要去哪里，他突然要干嘛，然后那个时候会遇到你，有一个特别的线跑出来了，他会加速你们两个见面的机会跟频率。但是他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他跟他的工作有关，跟他的工作有关。或是他有可能会去见老朋友。然后他的老朋友也是你的朋友，然后你们就会在一个饭局然后遇到也有这个情况会出现。I have the pro，我看一下吧。也有一个情况我这边看到了，他可能工作升迁或升职，或是转一个新工作，更好的工作，然后你会跟他在当同事的时候遇到，也有这个，但这个几率比较小。只是我有点感觉到他有一个收成的概念。他有一个事情做成功了，要收成了，然后在收成的情况下，他会遇到你，然后他也有一个离开他现状的概念，所以我才会说他可能会有一个转公司或离职或升迁这种，他会离开他现状的概念。但这个也不是搬家，他就是会在，因为你也比较像是在一个他现在的环境的远方会出现在那里所以在这个整合起来是这个讯号。好，我再帮你看一下还有什么来，我再帮你看一下，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我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如果最后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两个的能量的联动或是相处的契合度如何？哈，这个的话，我用这个来看。好，你们契合度很高哦，哈。你们当一见面的时候，你们两个就是属于同一个世界的人，你们彼此知道你们是属于同一个世界的人。哇，3张好牌。然后你们两个立刻对未来的价值观有概念，彼此是对，这世界观的概念也是很契合的。而且你们两个很容易进入两个人的双人世界，很容易忘记其他的人哦，所以也有一点见色忘友了。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不太会再谈论工作，然后对于工作的不安，或是对于工作的一个失落感，在你们两个的见面的时候都会比较消失，就你们两个不太在意，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太去想工作的这件事情，很容易就陷入热恋或什么哈。然后这边有一个加速牌，这边又有一个牌告诉我你们，有一些奇怪的特别的事情会偷偷的让你们会见到面，但是见到面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情愫会发生哦，可能只是遇到，工作上遇到，朋友上遇到，但是两个人的交谈跟互动好像没有出现哦。我来仔细看一下，如果我预测这个情况，3个土没有诶，他只会告诉我说你们两个初期的见面跟感情没有关系，而是跟工作跟朋友圈有关系哦。你们就是见面的时候只会知道这个人，然后对彼此因为没有太大的互动，所以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没有水能量，你们第一次见面，他这边确实是有他有一个加速的情况哈。我必须说，在你们两个，成为恋人前，你们就会有1次或2次的见到面了，就会有1次或2次的见到面了。然后，可是谈的都不是感情的事，然后两个人对彼此的感情的这个感受也没有很明确哦。虽然前面有说你们两个见到面的时候会有一种一拍即合，会有一种一触即发的感觉，很容易进入两人世界。可是他这个比较像是建立在你们两个有对彼此有一个程度的认识了，然后突然那个爱情的火苗就突然爆发起来哈。因为刚从翻到现在那个土能量都太多了，所以我认为它会一直建立在一种慢慢爬升的情况，然后让你们走到一个爆点。两个人就突然对对方非常有感觉，然后以时间的进行概念来说，我原本觉得蛮远的、蛮长的，门只是慢慢打开，然后什么，可是确实跟前面讲的很像，就是他在门前徘徊，只是门没打开，可是那个门的旁边有很多的支线或是小路可以绕过这个门，然后去见到你，有1-2次的状况会有出现，可是这里1-2次的状况让你见到他之后，也只是见到。爱情的这个能量还没有起来，也只是偷偷的让你认识他，偷偷的在心里有些印象，但是这个爱情的能量还必须要等那一个门完全打开之后才会连接起来。好，然后等到一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有一种一拍即合，会有一种很炙热的感觉，会有一种非常契合的感觉。你们也会吓一跳，你们会觉得特别奇怪，原本之前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其实是就刚好那时候天时地利人和的情绪各方面，你们的故事都到达那个点之后，然后也因为某种契机，你们两个开始谈心的聊比较深的东西，就突然发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很在乎，你很在乎。好，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好，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希望你能够理解，然后给你未来有一些比较乐观的方向。希望你喜欢哈，然后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到3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的爱情的门打开了吗？你跟这个人之间的连接，这一道门打开的吗？好，来帮你预测一下。来。现在就先抽1张牌来看看，哦，这个情况哈，就先针对这个门来抽1张，刚打开哦，必须说刚打开，但是它这个开启的门不太像是，我觉得它给我的讯号是它不太像是这个爱情的门打开，而是它是比较开启了你们两个的关系，所以它这个打开比较像是说。
你们两个从一个陌生人要建立出一个新关系的门打开了，所以他可能会先从朋友开始做起，或是也有可能会从同事开始做起哦，或是从同学开始做起，不知道，反正他这个只是说你们关系的门打开了哦。虽然我们是讲是爱情啦，但是他这一张牌确实是提示我，他就是你们的新关系，你们的关系建立起来了啊。来继续帮你再看你们两边的能量是怎么样哈。主要是，两边的话，他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反正他不是阳光型的人啦。哦，他不是阳光型的人，他不是一个极度外放的人。你这边，你这边的人比较敢爱敢恨哈，然后甚至你们对于离开一个难受的情况、难受的关系的速度也很快哈。你们是斩立决的人，这里感比较多斩立决，对情感上比较不拖泥带水的人。可是他这边，我觉得他有很多内在的事情在处理，他对情感上有很多内在的事情在处理哈。他比较保护自己。他比较会在情感上忍耐哦，然后他有一点点天马行空的梦想比较多，他对情感的一些想象比较不切实际会比较多，但是也代表他其实在某方面是比较浪漫的。虽然我还没看到水能量，但是有看到水属性啦，哦，这边还没有圣杯这边出现，反而是你这边虽然出现了很多的圣杯或什么，可是都是一种敢爱敢恨的讯号啦，哦，来。这个是我帮你看两个人之间能量的讯号。是，哎呦，你们，这个就是你们两个的，我感觉到你们两个的第一次认识都在聊过往，哦，会分享前任，会分享小时候，分享过往，你们会从这个关系上认识。哦，然后这一个就碰巧的让你们两个彼此了解碰巧的让你们很快的了解彼此。哦，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也是从这边开始建立的。我必须说，你们原本的能量跟深内在的结构是完全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很不一样。那我看到的就是真的两个不太一样，还是比较适合做普通朋友的两个能量。哦，我在翻到这三个，才发现说，哦，你们的那个默契点，哦，契合点竟然是在这里，或是在一个你们过去有类似的经验。小时候有类似的童年，甚至以前喜欢的东西，你们甚至年纪也相仿哦，你们甚至年纪也相仿，所以两个的旧的时代的事情也蛮相近的，所以你们在这边也打得比较投缘，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却这个人又是一个全新的，因为他的性格各方面事情之前可能没遇过的，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了。哦，然后我来看你们两个相处起来的发展下去的情况哈。这个的话，帮你看。这个牌好了，相处的情况哈，你们后来相处的情况哇，你们两个后来相处的情况都还蛮融洽的啦，你们会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哦，然后你们也会有一种怎么讲？虽然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候有在聊一些过往的痛苦啊，聊一些过往的伤痕啊，什么在分享，好像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可是同时也心心相印，然后两个会一起往新的生活模式、生活方式、新的概念往下走，然后这关系会慢慢的建立起来。因为两个会建构出你们两个的相处方式是新的，因为你们两个对彼此来说都是新的人，但是因为有这一个熟悉感在推波助澜。让你们很难分开，因为它有一个熟悉感在下面，哎呀，就这样推着你们呢，哈，所以有一种相互扶持的感觉，哦，OK，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里一直让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什么都能够聊下去的人，两边什么都能够聊下去的人，哈。然后我聊天聊地都可以耶，你们有很多平常内心不太讲出来的话，遇到这个人说竟然都会讲出来，
而且对方也听得懂，对方也能接受，也能够理解你到底在讲什么样的方向，而且很想接话，彼此都很想接话，因为有太多的想法跟创意要跟对方分享了哈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慢慢的你们的感情的联动。感情的浓厚度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堆积起来了，这是你们两个的故事哦，这是你们两个的故事线。然后你们的优点在于，你们有共同的爱情语言。什么是爱情语言？就是去表达爱的方式，它并不是一个说出来的文字或说出来的话而已，它有时候包括肢体语言、行动、为对方做的事，那都是他的每个人不同的爱情语言哦。打个比方，有些人的爱情语言是在旁边什么话都不做，什么话都不说，然后做了很多事，他都不太讲话，可他做了非常多事来表达他对一个人的爱。有些人是要讲非常多来肯定自己内心的想法跟他的行动，有很多人需要讲很多话，然后很多人是也不做事，也不讲话，而是永远都默默的守在你身边，你需要他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是他的爱情语言，这就3种了嘛。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爱情语言，你要去观察、去理解每个人的爱情语言。你了解对方的爱情语言之后，你就会知道对方的心意跟对方的付出。然后今天在这一题呢，喜欢上的朋友，你们两个的爱情语言是相近的，所以你们不需要在爱情这个观念上或价值观、爱情观上面做调整，因为你们两个对彼此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再往下，光这张牌我就觉得非常够力了，就是你们两个是也有一点天生一对的感觉，但是它并不是因为原本你们的个性跟本质或是能量，而是你们两个突然人生经验走到这里，两个人竟然是天生一对的状态结合起来的。你们可以去做非常多的事情哈，想要去哪里，两个人都可以一起去；想要去做任何事，你们都可以显化出来哈。两个人是非常棒的伙伴啦。看一下这里身份宫位真是，一直不断有很顺利的牌，很好的牌哈。只是这里我看到是你们两个有一点点的两个人的共同缺点哦，两个共同缺点，你们规划事情的能力比较差一点哦，规划比较长远的事情的能力比较差一点哦，所以你们要更细心，要有朋友帮忙，你们不可以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意见。他这边有一个讯号告诉我说，你们两个常常在做白工哦。对东西很有热情哈，也不是说3分钟热度，而是你们常常投入下去的时候都没有很好的收获。就是你们两个的因为你们两个的本质都太像，你们两个其实有点难互补，所以你们需要朋友的帮忙，需要别人的意见哈。你们两个有的时候把2个人的想法当成1个人用，然后再去问其他人哦。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讯号，我有看到哦。虽然你们各方面都很契合，但是你们在某些意见上因为太一致了，所以有一个很大的破口，是2个同时都没办法发现的哦。好了，这附近都还是差不多，就是2个非常合，然后未来的方向、未来的展望哈，对于世界观什么都是很契合。来，我来再帮你看看哈。刚刚是说已经开了一个香根哈，那你看一下时间点了哈，既然都已经说要开了，看一下，帮你看一下这半年哈。这一题选到上号的，你们这一题蛮顺的，你们在这一题上都蛮顺的，讯号都不是很杂乱，都很简单。我来帮你看下这半年2个的相遇的情况，哪个时间点比较浓厚哈？看一下半年有没有。先看一下时间点好了，来，这个，好了，这是我觉得，被这数字影响了，我觉得你们遇到的时候就已经会变成比较分不开的朋友了，比较分不开的关系了，会很常找对方。但是要变成恋人这个关系的，我觉得你们会暧昧一段时间，然后然后会当朋友好一阵子，才慢慢进化到这情人。可是这个阶段，我觉得大概也要半年以上。或是2季、3季以上才会开始进入比较有恋人的感觉，因为你们有一种害怕被我感受到了，彼此对彼此有一种害怕，不是对对方感到害怕，是对感情感觉到害怕，所以互相拖慢了这个关系的进程。就是说原本可以一见面就很熟，然后聊天就可以进入恋人，可是你们2个都带着某一些的
防备心，因为是之前的恋情所带来的，而且对方对你来讲也算是完全蛮不同的。虽然聊天各方面都很契合，什么都很契合，可是本质上你们都有明白两个人的本质个性是不一样的，只是说在人生的经验上面所建立出来的新的价值观、新的相处模式、新的对人待人的方式。他们两个是非常契合的，所以两个就算生活在一起也很契合，一起出去什么都很契合，所以你们会维持这个关系，朋友关系比较久，然后也会有一些暧昧关系，也会有时候暧昧的情愫也会在。但是要进入到恋情的话，你们两个都有花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都没有想要冒险去跨越这个，对你们的心态来讲是一种冒险，可其实上这还蛮顺的啦。哦，你们，可是我觉得时间就是需要你们等等看，我觉得你们需要看到更多才能够往下走。看这个，的确是这个稳定。以时间来说，这个稳定离你们还蛮远的。这个我觉得它还在明年哦，至少11、12月。两人关系的稳定，我觉得都还要到下半年后半尾声后面。今天看到牌都比较远哈，最近能看到的东西都比较远，已经不是只有半年了。我感觉到就是在11月之后，你们才会有比较稳定的情况哈，对彼此的信任感或者才会有比较高的提升。但是我必须重来讲哈，因为你们有的人看的时间不太一样啦哈。我比如说就是大概7个月后、8个月、9个月之后，我就说第一季、2季之后哈，就是半年以上之后，它这个情况才会比较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哈。然后你们两个才会有一些情感的情愫出现了，但是前面你们一直因为这个恶魔牌，其实你们彼此有一个吸引力，你们对彼此有一个致命的吸引力，让你们两个变得很近、很接近的近，好。可是就是一直没有往那里去，都是你们自己克制起来的，哦，不是并不是说你们想要突破，然后有人有东西挡着，没有，是你们有点克制自己。好，保持自己起来。来看一下这个，好啦，要克制就克制起来了，不要那么快进入就没关系，因为土能量太多了，它比较像是说要稳定，很多东西都要稳定起来哈，要兼顾，要稳定，情感面也是要稳定。你们现在的感情状态跟行为的需求都是需要各方面都实在了，生活方面也够稳定了，各方面都要感觉到很有安全感了，你们才会确定关系。这是你们的感情关系。即便你们刚前面就是你们很契合，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感情这一面你们都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确定关系对你来讲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因为你们都把责任感放进去了。可是确实啊，感情里面还是要多一点责任感哈。不，有一点优先顺序，责任感加进去之后，对方在你的人生的顺序就会改变了。哦，朋友、家人或什么顺序就会改变，那是责任的顺序也会掺入来改变你的选择哈。所以这个前面所要求的一个稳定状态，我觉得是必要的。哦，这是你们的人生之前学习过来的一个结果。来，好，这个也是哈，他确实在告诉我说，你们两个遇到之后，就开始有一个通道跟一个路径是往爱情的那个路走，但它确实很慢，需要花一些时间。确实，这个慢的感觉跟我刚前面预测的都一样哈，这个慢的感觉就差不多。有一点加快了啦，比我预测的再快一点点，有比我想的再快一点，但是还是觉得蛮慢的。反正你就大概2季之后，的关系才会变得比较好。哦，目前看到就这样子，真的没有什么，反正都要。今天这一组牌，不管1、2、3，都有一个时间都拉比较长哦。它有些是在暗示说你要自己准备好，可是3号牌就是你也不用准备好，你就是等哦，好好的跟任何人在好朋友关系上好好的相处。但是我必须说，它这个是一个能量的趋势的抓，所以他这里说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他可能是你身边的各个朋友里面有一个人会慢慢的显化成你的恋人哦。所以你在你的朋友圈或什么认识新的朋友，你可以感受一下谁跟你的感受最契合，比较像我前面形容的那样，可能就是这个人才会慢慢的能量会完整，会在7、8个月、9个月、10个月之后会完整起来之后，两个就会有一触即发，突然对对方就非常有感觉，可是不知道是谁哦，可能是这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哦，因为对方的人生他自己本能的结构好像也在成长嘛，然后到时候你们会对齐
好会并行，你就会发现了。可是时间上还是需要再等一下。好，再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牌。突然脑袋这一组牌，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建议牌需要翻一下。我来翻一下建议牌，两三张好了。好，我觉得我插了几句话啦，所以我在想翻一下建议牌给你的建议，因为我有感觉到这个等待好像有不耐烦的感觉，所以要一下建议牌。这里的建议比较简单了，就是看远一点，有点这个是蛮值得等待，再看一点，你会有丰收的。这个你现在不用做任何努力在感情上，你现在唯一的努力就是等待，那个时间会给你一个丰收的答案。然后在时间上、能量上已经帮你看到了、确定了，后面有东西、有礼物要给你，你要等待然后它是一个全新的能量，全新的火能量，所以你心里会燃起一个全新你之前没有遇过的一个火能量，一种热情，对生命的热情，对生命的生命力，会有一个全新的后面的人在等你，然后它会携带着一种很扎实的生活感跟很物质的，不知道是带来金钱还是带来你对未来的渴望什么，反正它也很有可能说，这个能量出来的时候，这个感情出来的时候，这个感情建立的时候，你们彼此能帮助彼此的事业或是工作各方面，会让你更有觉得很有生活的感觉，很有人陪伴的感觉，不再孤单，不再寂寞，这种很有生活的感觉，很有家庭的感觉，后面是有这个能量在这里的所以你可以等待一下，他现在就是让你去等待，去期待。你现在这个阶段前面这些等待，你可以再去多提升一些自己，对后面它会有一些加倍的效果加倍的效果。好，这就是选择3号的牌的朋友，希望能给你一个比较乐观的未来的方向跟期待希望能够提醒你然后也能够帮助到你希望你喜欢，谢谢你来听。